宣皇后可以说是照进程少商生命里唯一的白月光。回顾程少商身边的所有人，爱他的人很多，甚至说凌不疑在程少商心中可能都没有一个宣后重要。但是那到底是为什么？明明如此悬殊的两个人，却可以建立起一段如此坚定的感情，不是母女胜似母女。程少商是因为被许配给了凌不疑，才有资格到皇后身边接受教导，但是皇后身边教导的人多了，就像之前岳飞陪皇帝在外征战的时候，他的孩子和皇后的孩子可都是在皇后身边教导长大的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让皇后如此疼惜和信任。如果想想皇后和程少商的成长经历，就可以很容易就得出答案了。皇后是从小父母俱亡，是寄住在伯父家中的，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过。而程少商从小父母不在身边，也同样是备受大母和叔母的欺辱。成年之后，在婚姻之事上还是无法自己主宰，被迫插入文帝和岳飞之间，一生都在期待丈夫眼神的停住。少商也是一样，他也是被赶鸭子上架，被强行定下了婚约。但是他从这个小姑娘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就如宣后自己说的，自己的人生不圆满，便希望少商的人生能圆满些，再圆满些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皇后对少商也只是怜惜而已，但是程少商陪在他身边的那些日子，他的活力和真心让他枯燥憋闷的深宫生活好过了许多。程少商是什么人？是一个绝对护犊子的人。对宣皇后，他真正做到了毫不思虑的偏袒。为了皇后，他可以直接怒斥文修君。凭一个小小官吏之女，护着母仪天下的皇后，想必当时皇后也是震惊的吧。她从亲生子女那里都没能得到的，却从程少商这里得到了。而后程家被诬陷，为了替父辩驳，不惧帝王之威，据理力争，这让皇后想到了自己这些年的处处忍让，看似豁达，其实她一直只是在委屈自己而已。皇后的一生是被支配的一生，她做到了让家族满意，让帝王满意，让儿女满意，让所有人满意，却独独忘记了自己。宣皇后的早逝就例证了她这些年的郁结于心。程少商与她不同，虽然有些事情无法改变，但是他知道为自己争取，明白自己心中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就像他可以做凌不疑的附属品，但是却也执意成为他身边不可被忽略的星星。尽管处处受到禁锢，但是他依旧可以拥有自己的天地。所以皇后想帮他，就像帮助曾经的自己。他自请废后，幽居长秋宫，便是唯一一次为自己做的选择。他人生最后的5年看似困在长秋宫，但是那5年应该是他最自在的5年。他不必是皇后，不必是谁的母亲，仅仅是做了自己。程少商唤起了他压抑长久的真正自我，他弥补了程少商感情的缺失，他又何尝不是从程少商处看到了自己多年来的错误。他并非无路可选，只是他将自己禁锢住了，为了家族，为了孩子，为了皇帝，最后其实什么他都没有真正顾及到。